俄罗斯真的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近日呢，基于俄乌战争的种种考虑，欧盟正在准备加快接收10个新的成员国，进而推动对俄罗斯的包围圈。好家伙，真的是越打越多呀！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就在8月31号，欧盟高级官员何塞普·博雷利在西班牙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后表示，现今欧盟必须为新的向东扩员做好准备。不久将会有10个新成员国加入，并且说到乌克兰应该成为欧盟的新成员，西巴尔干地区也是如此。俄乌战争加速了欧盟扩员的进程。不仅如此，博雷利还表示，欧盟各外长已经同意在9月底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外交同事举行会议，以讨论扩员问题。其实早在更早的8月28号，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出席第18届布莱德战略论坛活动时就已经对外表示，欧盟将在下一届峰会上讨论扩员事宜。虽然当时米歇尔并未透露出他认为哪些国家特别有希望快速入欧，但近期根据消息显示，欧盟已经与黑山、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和北马其顿5个西巴尔干国家进行了入盟谈判。此外，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土耳其也是候选国。如果在本月份以上国家真的能够入欧的话，基本将填补上欧盟在东欧地区的最后一块拼图。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欧洲各国已经开始大力推进军事一体化的进程。首先，在2022年3月21号，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了战略指南针项目。该项目的目的就是要到2030年一步步强化欧洲各国的安全与防务。而欧盟之所以设立该项目，原因就在于经过对欧洲目前的战略环境和面临的威胁挑战做出的评估，尤其是在当今俄乌冲突的背景下，认为欧洲各国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于是战略指南针中提出，欧盟未来的目标是成为更加强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而为了实现该目标，欧盟提出了4大支柱，分别是行动、保卫、投资以及结成伙伴，并且为每个支柱都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实现途径和时间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面对危机时更迅速果断的行动。为了能在爆发危机时迅速而有力地采取行动，包括在可能情况下和盟国一起行动，以及必要情况下单独进行行动。未来欧洲各国将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初期规模在5000人左右，用于应对不同类型的危机。期间，这支部队执行的任务将以欧盟为绝对中心，同时具备海陆空同时行动的能力。为此，欧洲各国甚至设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23年进行首次实战演习，2025年全面投入使用。这比之前所有建立欧盟部队的尝试都要详细。同时，欧洲各国还会定期举行陆地和海上实战演习，以此进一步增强军事机动性和决策能力。当然，为了更好地应对威胁，欧洲各国做的准备肯定不止这些。在去年10月中旬，15个欧洲成员国还在北约总部签署了一项名为“欧洲天空之盾”倡议的防空联盟意向书。而该计划的源头则是来源于同年8月29号，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希望与欧洲邻国一同建立一个新的防空系统，以便使整个欧洲的安全获益。当时舒尔茨表示，相较于欧洲每个国家都建立各自昂贵且复杂的防空系统，天空之盾系统更加经济有效。届时各国可以联合采购新系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让防空系统覆盖更大的区域。而根据天空之盾的构想，德国计划利用空客公司的地空导弹作战中心作战管理系统，连接欧洲各参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并针对不同高度和距离的威胁目标制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就比如说在系统组成方面，中程防空上，你采用德国的 IRIS-T-TSLM 防空系统，能发射 SLS 近程导弹和 SLM 中程导弹，拥有着20到40公里的防御范围。据称未来还将开发远程版的 SLX 导弹，可防御战机、直升机以及无人机等装备。由于其使用的防空导弹是基于红外制导格斗飞弹改造而来的，也就意味着该导弹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并不会引起敌方战机雷达告警系统的警告。也就是说，如果袭击的敌机
没有配置红外线警告器的话，其飞行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到该防空导弹的打击。目前，该防空系统自去年援乌以来，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不错。乌空军司令曾在5月3号表示，从2022年10月以来，乌军装备了 IRIS-T 防空系统的部队已经摧毁了60多个俄军空中目标。至于远程防空方面呢，天空之盾则是拟用美制的爱国者系统，对此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目前乌军手中也有着数套该系统。而在这场俄乌战争中，爱国者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不仅频繁地击落俄军的导弹，甚至还能拦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由此可见该防空系统的强大之处。最后呢，在反导方面，天空之盾计划采用以色列和美国联合研制的剑3系统，用于拦截地球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该系统从2017年1月在以军入役后呢，便在3个月后击落了一枚叙利亚的地空导弹，因此也是有着实战证明的。而基于以上防空系统，未来天空之盾将会构建出一个多层次一体化的防空体系，极大提升欧洲各国的防空反导能力。或许也正是因为天空之盾的巨大好处，在今年2月15号，丹麦和瑞典也加入了该计划，使得参与国数量达到了17个。想必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不过只有防御能力还不够，正所谓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就在今年3月24号，据环球网报道，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突然对外宣布，为了加强北欧空军，4国将组建一支联合机队，使用北约战术制定北欧联合空中行动的概念，使4国空军能够作为一支部队无缝运作。而这次联合声明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彻底贯彻空中行动的理念，未来4国将有弹性地部署各自空军部队，以此实现综合指挥、联合空域监视、共同执行作战计划以及培训等目标。虽然内容并没有提及具体的执行时间和俄罗斯等字眼，但在会晤结束之后，丹麦空军司令表示，组建联合机队的起因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声称未来联合机队的实力将能与一个欧洲大国相提并论。这说法并没有夸张成分，因为从战机数量方面，联合机队的总数量将会有大约250架战机，已经超过了法国空天军的230架，一跃成为了欧洲最大的一支战机部队。不仅如此，在战机组成上，4国立下几乎有着西方所有先进战机。根据资料显示，目前挪威拥有34架 F-35A， 未来还计划采购18架。芬兰则是拥有订购了62架 FA-18大黄蜂战斗机，未来还计划采购64架 F-35。丹麦拥有44架 F-16AM、BM， 未来同样计划采购 F-35。至于瑞典，则拥有90多架的 JAS-39EF 鹰狮战机，未来还将追订60架 JAS-39EF 型，而且这还没有算上各类型的运输机等后勤机型。另外，根据丹麦国防部发表的声明，这次组建联合机队的最终目标是根据已知的北约方法，开发一种北欧联合空中作战概念，从而使4国可以作为一支部队无缝协同作战。届时4国便能集合所有军机力量，打造出一个迷你北约的实体，从而达到更好的联合作战效果。此外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4个国家中，虽然当时瑞典和芬兰还没有正式加入北约，但北约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依然出席了在德空军基地签署意向书的仪式，并且明确表示，这个新的联合战机编队将在功能上融入更大的北约作战司令部，进一步增强此系统的作战效率。同时，期间挪威空军司令还声称，联合机队将成为建立联合北欧空中作战中心的基础，并且表示该中心的指挥结构还可以容纳美国和加拿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和加拿大也将加入该机队？如果是的话，可以预测未来俄空军和俄海军在波罗的海和北极上空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而在加强防御和进攻能力的同时，德国近几年还在其他方面加大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根据今年2月份的消息，荷兰陆军第13机械化旅将从今年4月1号开始并入德国第10装甲师。在这之后，整个荷陆军都将被以旅级编制并入德国陆军，以此组成一支约5万人的联军。需要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2个第一次融合了。早在1995年，2国呢就曾经成立过一支联合部队，驻扎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市。到了2014年，
荷兰第11空中机动旅则是直接并入德国快速反应空降师。之后2016年，荷兰第43机械化旅也并入了德国第1装甲师。不仅如此，目前呢，两国还共享了荷海军最先进的卡雷尔多尔曼级护卫舰。截至至今，两国的军事人员已经对外承认，经过这20-30年的交流协作，两国早就达到了军事一体化的程度，并且完成了部队编制的融合。未来两国将完成武器和弹药采购的统一，并进一步同化指挥和通讯系统。而经过今年的这次融合，两国联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建出了未来欧洲军的雏形。不过德国对此并未满足，目前德国已经和近20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了跨国军事编队，其中有7个国家将向更大编制的联军迈进。根据德国的期望，是要以自己为中心，组建出一支覆盖整个欧洲的武装力量，而这也是德国一直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有鉴于德国和荷兰的经验，现今欧盟各国也开始加入其中。目前首要目标是完成弹药的统一采购。就在今年4月份，欧盟便专门设立了一项联合武器和弹药的采购计划，内容中会专门拨款10亿欧元，采购弹药补充欧洲各国的库存。期间还会专门派遣1个人员访问各成员国境内生产弹药的公司，以此解决弹药供应链和武器互操作性问题。其实弹药统一的难度并不大，毕竟呢，欧盟成员国大都是北约成员国，早就有了统一的弹药规格。而在有了这场联合采购的经验后，欧盟各成员国便可能找到一个可以复制的方案，以此整合欧洲的国防工业。最大的难点呢，在于武器装备的统一。此前欧盟各国由于立下装备繁杂，使得军事资源重复建设严重阻碍了联合行动的效率。以上述的天空之盾计划为例，虽然说建议采购选定的3套系统，但该体系呢在装备选择上仍然有变数。例如在中程防空上，可以选择英国的通用模块化防空导弹系统，而该系统具有 IRIS-T 相似的性能。目前波兰已经采购了该系统，意大利也表达了采购意向。此外，挪威和美国联合研制的国家先进面空导弹系统也是有力竞争者。在远程防空上，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 SAMPT 防空系统也是有力竞争者。还有就是在反导选择上，有很多国家想选用美制的萨德系统，而这种情况呢，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之中，至今仍然没有想出很好的解决办法。总结来说，虽然欧盟各国军事一体化的道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未来一旦得到解决，就能将各国的军事力量统合到一起，最大化发挥出他们的作战能力。那么大家认为该想法能否实现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